战略大师米尔斯海默眼中的中美对抗，中国的前景对美国来讲是一场噩梦，一切都已经晚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米尔斯海默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国际关系战略大师，他眼中的中美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近日，观察者网翻译了米尔斯海默的文章，让我们看出了这位大师的感慨。米尔斯海默认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巨人的前景，对美国来说就是一场噩梦。美国再想遏制中国已经晚了。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略失误，被自由主义必胜和大国冲突过时的错误理论所迷惑，奉行以中国的接触政策，最后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富裕。一个大国积极促进同等竞争对手的崛起，在历史上都找不到相提并论的例子。现在再去做很多事情来改变这个现实，恐怕已经太晚了。米尔斯海默表示，中国很可能是比鼎盛时期的苏联更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将中国的野心视为直接威胁，已经下决心遏制中国的持续攫取，不可避免的将会发生竞争和冲突，这将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他强调，美国本来是可以改变中国攫取的速度和程度的，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在单极时代就考虑压制中国。那么一旦中国富裕起来，美中之间的冷战将不可避免。说白了，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曾经有机会遏制中国的发展，但是试图通过自由价值观来改造中国，这一切失败了。现在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巨人，必将会建立强大的军队。他的观点是，人口众多的富裕国家总是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中国几乎肯定会利用强大的军力在亚洲谋取霸权，然后呢，再将力量投射到全球。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注定会竞争，原因是中国正在模仿美国崛起的道路，而美国呢，也曾默默的发展，成为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在取得地位霸权之后，开始在亚洲和欧洲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一战时期击败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二战时期呢，又击败了日本和纳粹德国，并在冷战时期遏制了苏联。中国成为地区大国之后想方设法建立一个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国际秩序，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放弃追求这些目标的看法是愚蠢的。所有大国都是从根本上要在零和游戏中争夺最后的权利和胜利，这是美国领导人决心遏制中国的原因。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从本上看主要是两点：一，美国与中国之间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竞争，这是国际现实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第二，美国在历史上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崛起，美国犯下了大错；第三，一个富裕的中国对美国来言是一个噩梦，美国再想遏制中国已经晚了。作为美国的国际关系战略大师，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显然是冷战的余孽思维，大错特错了。的确，中国的崛起有美国对华接触的因素，但是并非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的崛起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以及和周边的国家以及其他地区的国家发展友好的经济往来。美国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呢，只是一小部分，而且呢，并不是决定性的一部分。因为要想崛起的国家很多，为什么只有中国做到了？恐怕还是内因起了决定的因素。而且按照西方一些政治家的说法，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没办法遏制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与中国无法并存，也不意味着是美国的噩梦。首先，中国崛起的本质是中国社会体制的优越性的综合体现，当然也包括我们加强了对外的开放、改革和交流。
其次，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劳也是崛起的关键。人口多的国家不少，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快？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聪明和勤劳，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印度、巴西、印尼等人口大国没有中国发展的好，还能说美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吗？最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并不是要与哪个国家争夺霸权，这不是零和游戏。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从本质上看还是冷战思维。国际社会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地球村了，各国的经贸联系非常紧密，中美两国的利益其实呢早已经交融在了一起，这对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好处的。美国想把中美定义为竞争关系，中国认为必须是理性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双方还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因此必须加强两者的合作。可以这么讲，美国或许曾经有机会遏制中国的发展速度，但是无法阻止中国的崛起，因为中国强大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自身的进步。未来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与中国合作，或者呢是公平竞争，否则就会走上帝国衰落的老路，不会有好的下场。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